塞克桑，哇，这边击倒了，漂亮！还有1分多钟，漂亮！放弃了，应该放弃了，应该是不行了。用拳做到底，没错，漂亮，漂亮！继续，别停，继续。中国格斗界又杀出一匹黑马，站在他面前的老外，不是被他一脚爆头倒地昏迷，就是被他重拳连击，打得钻出围绳外投降认输。他就是新生代小将郭梦飞，一个憨厚谦逊的河南小将。作为荣耀军团第5代的代表运动员，尽管是近2年才开始征战职业擂台，但他已经获得了很多拳迷的认可，打法稳健，步伐灵活，在比赛中连创佳绩，年纪轻轻就已崭露头角。职业战绩23战17胜6负5次 KO， 登陆勇士的荣耀以来，拿下了8战7胜7次 KO 的不俗战绩，有拳迷称赞郭梦飞是第2个魏睿，但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将，还需经过更多历练。就让我们查案点赞3秒，一起来看看郭梦飞他在擂台上精彩的表现吧。郭梦飞对阵塞克桑。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勇士的荣耀35，我们现在是在四川眉山为您带来的次轻量级定级赛。比赛铃声敲响，郭梦飞便以控场型打法压制对手，表现十分沉稳，始终保持自己的进攻节奏。尽管塞克桑经验丰富，但打法被压制，进攻处处受阻，很稳得住啊，是阵脚扎得非常的稳。你上来用自己这个多点开花的进攻，一直在压制住对手。发力但不发全力啊，一直压着这个阵脚，把对方逼在一个可控的区域内啊。塞克桑终于出了一腿，对，加上本身这个身高臂展有着巨大的优势，看得出来啊，这个2人身高臂展差好多。2次的刺踹，前后手后手拳打到，对，塞克桑的进攻频率太慢了。塞克桑要小心自己头部的保护，你看又是压进去，哇！后手和膝几乎同时到，是这一下膝应该是对塞克桑造成了一点影响，一只手没有拿起来。好的，扫踢哦，这个扫到了，又一次，好。随着比赛的深入，郭梦飞爆发惊人的输出，全程力压对手，连续的拳腿组合进攻，一度将对手逼入围绳边。塞克桑在如此高密度的进攻下，只能扫踢回击，一直把对手压在自己的攻击范围的里面。哎，高位的扫踢，塞克桑2个人的身高差距有点大。对，现在对于塞克桑来说啊，绕不出对手的进攻范围，又是正面的迎击打中。郭梦飞非常典型的这种自由搏击基础训练的选手，多点进攻非常的流畅。侧踹，掉，应该是踢到了裆部，问题不大，比赛重新开始。后手直拳，左腿扫踢，右左侧的摇臂接左手的直拳。哦，跨步的垫步领膝，后手直拳，前手拼勾，后手直拳，再次后手直拳，塞克桑扫踢还一个。对，这些选手如果根据战绩来表现，不得了啊！连续的进攻，我们看塞克桑后手拳压回去了，但是被连续的打中下巴，塞克桑要小心。郭梦飞可能在拳法的力量上还欠缺一些。但是在点数和出拳能力以及节奏上非常的不错。塞克桑还在把阵脚稳住。擂台上的郭梦飞非常放松，步伐稳健灵活，凭借着犀利扫踢、顶膝勇猛进攻，塞克桑只能奋力抵抗，一直到比赛回合结束。第2回合，我们看郭梦飞的重击能否给塞克桑造成一些影响。比赛来到第2回合，郭梦飞以拳腿组合沉稳的应对，气场上一点也不输。赛事经验丰富的泰国老将，即使面对对手强力的扫踢，郭梦飞则是以正面硬刚的方式给予对手最强力的反击。一旦抓住对手的破绽，郭梦飞简直就是势不可挡。双方互相这个抢攻啊！哦，漂亮！又是连续的左右进攻，有命中。再次压进来，我们看一下郭梦飞后腿的边腿往前接，
郭梦飞的速度啊比对手快不少。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郭梦飞开始表现出了自己的霸道，一记犀利的高扫爆头，泰国老将赛克桑瞬间被郭梦飞 KO。这是郭梦飞的荣耀首秀，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比赛。他在擂台上所表现出来的气场和威力，让在场的观众深深的着迷。郭梦飞对阵佩纳阿拉莫夫。好，比赛开始，这场比赛郭梦飞对阵佩纳阿拉莫夫，我是运动员王腾霄，我的搭档是著名的运动员王彦博老师。继续看郭梦飞是蓝色短裤，还带了这个银色的流苏。那这个阿拉莫夫呢是选择了红、蓝、白3色的短裤。比赛铃声敲响，郭梦飞斗志高涨，用重拳展开进攻，宛如炸药桶一样疯狂输出，似乎训练积蓄的力量全部爆发。阿拉莫夫以腿法迎击，两人比赛进入白热化状态。主动和亢奋，我感觉是憋了一段时间，像炸药桶一样等待爆发的感觉。确实是。这个双手搭爆以后的抱摔呢是不允许。前手刺拳的臂展上，对方有184，而郭梦飞是181。哦，上勾后直退出来，很漂亮的拳法。还有这个阿拉莫夫的水平还是可以的。其实，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是，刚才这个郭梦先生也在说，从我们熟悉的4大天王开始，后面第5代了啊，这已经是第5代了。现在其实我们从今天登场的几位年轻的选手来看，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第5代的选手当中，其实都是颇具实力。是的，想当年还记得小虎田花17岁上擂台，现在也25、26岁了，恍如隔世。对。还记得当年的这个邱建良刚刚出露丑角的时候，这种压迫式的打法还叫坦克的时候。对。后来面对杨卓的那场对战，后来之后邱建良突然逆转突变以后，出现了这种智慧性打法的风格出现。对，所以说其实呢，一个运动员他的蜕变、他的成长，那是需要不断的有比赛呢去让他历练，是的，然后在比赛之后去参悟，然后才能有这样不同的进步。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有碰到很强的对手，或者出现一些失误或者失败，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纪念，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些经验。这确实是，你看这个古语有4个字儿蛮特写的，叫见贤思齐。你看到这个比你这个更优秀的人，你想你怎么样能够和他呢达到同一水平？是的，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学习当中，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些榜样在前面，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方式。没错，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当年你的偶像之后，你跟他一起工作之后，你成为他之后，你超越他。对，这是非常人生高光的这样一条路。是的。多漂亮这个转身动作，很冷。是。但是这位巴基斯坦的选手阿拉莫夫，所表现出来的风格依然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搏击风格。已经中了郭梦飞2次袭了，郭梦飞的拳做这个陷阱，让对方做摇臂，摇臂的瞬间，好，我们进入第2回合。第1回合郭梦飞像炸药桶一样，第2回合炸药桶上来先被打了3拳，郭梦飞反击，左右摆拳顶膝，进去。比赛来到第2回合，郭梦飞火力全开，连续高密度重拳不断输出。尽管阿拉莫夫防守严密，但遭遇郭梦飞的连续猛攻，依旧难逃被读秒的命运，甚至护齿都被郭梦飞给打飞了。裁判要读秒了。我刚要说，即使护齿掉了，这个时候如果进攻方有优势的情况下，裁判也是不可以直接终止的。对，这个是我们鼓励进攻嘛。是的，我们场上的裁判艾迪是选择了读秒，是认为对方在这个时候已经被重击了。摆拳打法有一些急了，情绪有一些失控，这个并不是好事儿。阿拉莫夫的报价相对比较松，又掉了。场下边角只允许用水冲洗之后必须回到嘴上。对于用水冲洗，并不是考虑到卫生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是因为有水润滑之后呢，会更好的吸附在牙和牙龈上。阿拉莫夫这会儿在场上略占下风啊！出拳出腿的意图太明显了，但是情绪比较急躁，顶膝左右摆拳，这是一个好机会，已经靠在了绳圈上，裁判再读秒。同一回合3次，这是第2次了。
往前走，你得朝直线，能不能走直线？可以，可以，冲过来，直接冲过来，想爆吗？不允许爆，继续打。阿拉木夫有些站不住脚，但他还要坚持比赛。就在这时，郭梦飞重拳加顶膝再次读秒对手，以 TKO 的方式拿下比赛的胜利。在这场堪比矛盾之争的比赛中，郭梦飞将自己进攻凶猛、反击犀利的打法发挥得淋漓尽致。郭梦飞对阵阿尔斯兰泰卡耶夫。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郭梦飞对阵阿尔斯兰泰卡耶夫的比赛，我是运营员王明霄，今天呢我的搭档是运营员张凌宇。大家好，现在比赛铃声敲响，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拳腿对攻，在步伐上占据了主动啊。两位选手差着10岁啊，也是80后和90后的对决啊。没错，看是80后经验更加老道，还是90后的体能更加充沛啊？其实我们在看到两位选手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在这个身高臂展上还是比较接近的。郭梦飞身高是1.82米，臂展是1.81米，而这个泰卡耶夫呢身高是1.81米，臂展是1.80米，毫厘之间。没错，那其实高手上头非常漂亮。刚这边郭梦飞2记高扫，这个给对方的这个实施打击之后，你看泰卡耶夫。这个岿然不动，马上就还2记重拳。没错，看出来确实经验啊非常丰富。我们看到，其实郭梦飞呢是一个反架选手，而他的对手也是一位反架选手。对，那其实对于郭梦飞来说，他职业生涯以来一直打的大多都是正架的选手，所以这次他打一个反架的选手，他反倒不适应，他也别扭。对，其实这就像这个正架选手跟反架选手打一样有点不适应。没错，但是呢，郭梦飞也说了，赛前专门针对这个反架的对手有过针对性的训练。对，所以其实这个正反架呀，就是如果说您不知道，简单跟您说2句。就是所谓这个正架，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习惯用右手啊，正拳手在后面，反架就是反过来，反架就是左手是重拳手。对。其实我们看到这2位选手都是左手在后。确实能看出来这个泰卡耶夫啊，是有着这个比较深厚的拳击功底。没错，出拳很快很稳。对，主要是因为他没咋用腿。对。确实像赛前所研究的那样，这位选手是一位非常擅长拳法的选手，而腿法几乎没有出啊。对，但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擂台上也有很多我们的这个优秀的这个自由搏击的选手啊，跨界，比如说你看邱建良啊，就曾经打过拳击，是吧？看到郭梦飞经过几番交锋之后，郭梦飞逐渐摸清了泰卡耶夫的打法，开始加强进攻。郭梦飞先是重拳命中，紧接着1记高扫直接 KO 对手，漂亮的拿下比赛。惊艳的表现令现场沸腾。郭梦飞在荣耀擂台上拿下了3连胜3 KO 的骄人战绩，3场 KO 皆是高扫，给予对手最致命的1击终结比赛。精湛的腿法令人震撼，展现了他非凡的潜力。郭梦飞对阵奥姆兰，正能打的时候，正当年龄，而且我看他这个蓝方选手刚一上台的时候做了一个拉弓射箭的招式，就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跟我们这边距离控制在远距离。比赛铃声敲响，奥姆兰就打得比较主动，郭梦飞则用腿法和迎击拳打乱对方的节奏。应该力量挺足啊，恢复上来了，恢复上来了。好。郭梦飞今天的红角是焦教练，教学制焦教练。这个拳很硬。好的，后撤的一个前摆。对手的拳也很犀利啊。对，不能着急，后期。首回合刚过去1分钟，仿佛是在炫耀自己的抗击打能力，在不做防护动作的情况下，对郭梦飞进行嘲讽，郭梦飞就突然打出了一套拳膝连击，将对手重击读秒。好，读秒。对手是在展现自己的抗击打吗？
丝毫没有防护，丝毫没有防护啊！是的，对手可能觉得他刚才停了，但是为什么对手还在进攻？这是犯了我们新队员的错误了。在奥姆兰重新站起来后，郭梦飞立马把握住机会，再一次用摆拳将奥姆兰轰翻。这一次直接让奥姆兰无法再战，最终在首回合，郭梦飞 TKO 对手强势获胜。郭梦飞尽管年纪尚小，比赛场次不算很多，但他总给人一种超越年龄的稳重和成熟，一招一式都透露着恰如其分的自信。大家喜不喜欢郭梦飞这位选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3连再走呗。